哥，回来了。吴秘书今天下午陪我们出去那趟，累得够呛，回来以后就一直在睡。你要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别去找他了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脸上长花了。哥，米兰死了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！只可惜他没有死在我的手里。要是奶奶泉下有知，也能瞑目了。哥，米兰死的时候，身上一直带着这个。扔了吧。奶奶，害死您的那个人死了。我知道，我欠您的罪债还没还清。您放心，从此以后，我一定好好过每一天，好好的守护咱云家，照顾好小申，来还我欠您的债。晚辈云红旗在此立誓，从此以后一定继承云家门风，谦恭上进，敬孝好祖母，照顾好弟弟，做好云家的榜样。不再说有辱云家门风之话，绝不做对不起云氏家族的事，担起云氏家族长孙之责，不再因为儿女私情而乱了自己的方寸，不再惹奶奶生气。照顾弟弟，誓死守护云家。哎呀，林寒给的那张图纸真的是派上用场了。我们是成还是败，只能靠你了。我到现在才想明白，为什么林寒死的时候，他非得逼着我要给他一个期限。密钥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？这个不太确定。不确定。按常理来说，林寒死了，我抓到宗方的可能性就更大一点，就应该感觉到更痛快，甚至迫不及待地去抓他。可我却在拖延时间，因为他当时已经确定我怀疑到他了，所以他才抛出了那个疯狂的连锁爆炸案，逼着你马上去找宗方。就算是逼我，也得进退有据。他知道我一旦确定他是昆吾，一定会直接采取行动，搞不好会破坏他的计划。他肯定不会让我去确定的，所以，他让我去查连环爆炸案。宗方死了以后，他也没有逼着我去找密钥，反倒让我犹豫了。如果我没有找到密室，确实拿不定主意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，柯敬平既然已经发现你在怀疑他，为什么不阻止你的调查呢？因为他是故意的，他今天单独留下我，问我要不要跟他一块去医院。
可是我拒绝了。他那个时候就应该猜得到我在打他的主意，他非但没有阻止我，连收拾都没有收拾一下，就让我进去了。他把一切都呈现在你的面前，告诉你他的计划，验证你心中的猜测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在用这种方式打击我，他是想告诉我，即便我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也奈何不了他。哎呀，你说的这个因素或许会有，但绝对不是全部。虽然他一直占着上风，但他应该是把你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对手来看待的，他不会那么轻视你。他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对他接下来的计划有很大的帮助。他接下来的计划是想借你自己的手找到密钥。可这个密室里没有任何能够帮我找到密钥的线索，就算有，将来也无法解释清楚。有头脑的人去想一下，都会猜得到这个密室里面绝对是有问题的，肯定不是这样。总之，无论是什么，一定是通向他最终的目标，完成战略欺骗。那我们现在来反推一下，如果在那个密室里，我亲眼看见了他拟定那个死亡名单，还有他画的画，我就可以确认了他就是昆武，也证实了我关于他战略欺骗的推测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将这些真相公之于众。不是的，如果把真相公之于众，这就不可能是真相了。如果我一旦离开，他可以把密室里面所有的证据全都销毁的，那我拍下的照片还有什么用呢？好，太好了！传我命令，106师团即刻出发，秘密越过湘赣边界，走东面，偷袭长沙。嗨！红山，回去睡会儿吧，没准一觉醒来什么都想通了。哎，我差点又忘了。来，老杨同志说在你正式入党的那一天把这个交给你。之前我藏起来了，今天从米兰家回来的时候把它取回来了。老杨同志说，在他心里你已经是最出色的孤胆英雄了。他相信木之同志也是这样想的，他们都以你为傲。老杨还说，他希望你能够把他和木之同志剩下的路走完。云鸿深心里很明白，柯敬平自信却不自大，他能放任手里的风筝稍微飞远一点，却不会由着它飞出自己的视线。所以最迟不超过明天晚上，柯敬平就要收线了。云鸿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破坏柯敬平的计划。爸，我多么希望是您亲手交给我。长官，长官，云组长，你来了。你回去吧，好好睡一觉。我其实不困，你快进去吧，我们组长等着呢。小文同学，看你气色不错啊，有没有想我啊？我呢，给你带了好吃的，热乎乎的。来，我不太会做，不要介意啊。我自己来就行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老是喂来喂去，像什么样子？别啊，你得让我好好表现表现。来，电话。
要不然就凉了。可以嘛？再吃一口啊。我还买了一些其他的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不吃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呢，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。这个呢，是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和我奶奶在庙里给我求来的，是因为我3天2头的生病，身体不太好。自从有了这个护身符之后啊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我现在把它送给你，保佑你一生平安。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哎，我都已经送给你了，好好拿着。你的男朋友送给你的。拜拜。这人都走了，您还看呢？组长，您再等几个小时，等云组长下班了，他就能来看您了。东平，你会织毛衣吗？会啊，你要学吗？我教你。哎呀，这果然是不一样的呀！这云组长可真厉害，能把你这座冰山都给融化了。谁冰山了？他抽的烟、用的火柴还有铅笔，满大街都是，根本没出去查。还有他留下的纸张和地图，也没什么特殊印记。反正我从这些东西上看不到任何和密钥有关的线索。袁洪生，你怎么看？我倒是觉得他抽的这种香烟可以作为我们寻找密钥的线索之一。宗方是在逃命，而且还背负着那么重要的任务，所以除了一些生活所需之外，像香烟这样的附加品，他不可能冒着暴露的风险特意去买的。你等会儿，我打断你一下，前天之前他就已经暴露了，可他的同伙没有暴露啊。许招娣很有可能去给他买这包烟。许招娣当然可以去帮他买，可是他考虑到宗方以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习惯，也不可能给他买这种烟，因为这种烟很便宜，消费群体都是最底层的市民，所以应该是他自己搞到的。你不是说他自己不会去买吗？他当然不会主动的去买，可是他如果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境当中，他也不会拒绝得到这包烟的。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的人到处都在找宗方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相对安全的地方。你说的这种情境是基于他生活所需或者任务的需要，必须要做的一件事。而且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在不增加任何风险的前提下，他得到了那包烟。比如说，他去药店偷药，看见柜台上放了一包烟，就顺手把它拿走了。对，他应该是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得到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在藏密钥的过程中搞到了这包烟？他藏密钥的地方是个烟厂，或者是个烟铺？不是的，我确定不是。宗方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，你找不到的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让我想起了张华。你的上线到底是谁？你不是见过吗？张华说的这句话是有真实信息所存在的，那就是我确实见过他的上线，也就是宗方。宗方临死之前说的一句话，你找不到的。他说这个你字的时候，好像咬得格外的重，这个你字就代表当时的一种情绪，他肯定是非常恨我的。而我又问起了密钥，所以他觉得我找不到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报复，所以我找不到就是这句话的关键信息。袁洪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藏密钥的地方在你的思维盲区之内，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是个什么地方，所以你找不到，是吧？是的，目前这是2个最关键的线索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那包烟。只要把这2者的关联建立起来，就可能会找到密钥。我找不到的地方，什么地方我不会去找？
魏明家、米中、米兰家都不太像，那会是哪儿呢？云组长，你怎么回来上班了？不是让你回家睡觉吗？我心里装了件事，回去也睡不着。什么事？车行的事。我去了趟车行，林寒死的那天，我们不是在火车站截到了米兰和宗芳吗？后来又被许招娣把他们俩给救走了。我们在离火车站2条街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他们丢弃的那辆车，但是没有目击者。组长随后让我去车行打听了一下，问问有没有黄包车在那个时间段，并且在那条巷子里拉过客。车行查到那个黄包车夫了？对，有个车夫说他在那个时间段米市街附近拉过一个奇怪的老头。他怎么奇怪了？一直拿围巾遮着脸，也不抬头看人，所以那个车夫对他还挺有印象的。然后呢，在哪儿下的车？湘军路。湘军路，离米兰家不算近，那就是说他是先藏好密码本，然后才回的米兰家。湘军路附近有什么地方既能搞到烟，又是我想不到的。搞到烟是发生在他藏密钥的过程当中，既不是买也不是偷，抢的，不对，他没有抢的理由啊，除非他抢的是个死人。唐队长，你马上去检查一下，前天晚上7点半以后，湘军路附近有没有死过人，或者死的那个人家就住在湘军路一带，死者是一个底层市民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云组长，我们现在也算是一家人了，你可不可以带着我一块儿去？我一个人去就行。那万一有埋伏呢？我去正好可以帮你望望风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埋伏的。回去吧，下次有行动一定会带上你的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吃完晚饭之后眯了一会儿，但总是睡不实，总被惊醒，老感觉有人在外面走动。原来吴秘书提到的脚步声是他，还真是我找不到。那个地方我确实不会去找。喂，谭队长，你说。好。哥哥，你待会儿在家吗？我的钥匙忘带了，得回家一趟。你在老黑那儿，踏实的待着，等安全了以后再回来。要是有什么突发状况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慢点开，注意安全。放心。一会儿于洪深去取密钥的时候，你跟他一块儿去。一会儿？他这么快就能猜出来？不会吧？这和那个连环爆炸案可不是一回事啊！袁洪深之所以能猜到林寒设计的连环爆炸案，那是因为林寒去了资料馆，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奇怪。这要是给我足够的时间，我也能猜到。可是这个密钥可不是一回事啊！首先，那个密钥一点值得参考的线索都没有。我觉得那包烟不算，因为从前天到昨天晚上，我们击毙林寒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他得到那包烟的可能性太多了。还有就是，袁洪深说的那个情境只是推测，有可能那包烟早就在宗芳身上了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说的思维盲区，既然是盲区，那就不是轻易能到达的地方。他还能突然走出自己的思维盲区啊！所以说你蠢一点不为过。这就是袁洪深比你们所有人都强的地方。他既然知道宗芳利用了他的这个思维盲区，他一定会在这个方面上下功夫，你明白吗？进来。站长，我知道密钥藏在哪儿了。在哪儿啊？我家。你家？那可真是个好地方。别说是你了，是个人都猜不到。你闭嘴。你确定吗？基本能确定。陈东平去车行查过，前天晚上，一个黄包车夫在许招娣汽车的地方附近，也就是米市街拉了一个客人，也就是宗芳。他是在湘军路上下的车，是离他家很近，走路就5分钟。
我已经给唐队长打电话确认过了。前天晚上，湘军路上的一户人家死了一个儿子。平常他加班最多在晚上10点，可是那天晚上他一整夜都没有回家。第二天早上，一个清洁工在秋水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，他身上所有的东西，包括外衣，全都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宗芳去你家的时候被那个人给撞见了，然后杀人灭口，顺走了那包烟。没错，昨天我去搜查米兰家的时候，我在他衣橱里找到了一件中式长衫。我家后面那条街上有一个馄饨摊，除了刮风下雨，老板基本上每天都会出摊。我估计，死者应该是加完班回去的路上，把这个馄饨不小心撒在了宗芳的身上，于是两个人就打了一个照面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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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他的确给密钥找了个好地方。都别说这么多了，你们两个赶紧去把密钥取回来。我现在就打给司令长官，让他派人来取情报。站长，要不然等我们把密钥取回来之后您再打吧。万一我猜错了呢？很少见你这么不自信的时候。早点去吧，这个事情早点结束，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。是，去吧。快走吧，站长说的没错，为这事儿我都失眠半个多月了，再这样下去我就英年早逝了。司令长官，我是柯敬平，您可以派人来取情报了。哟，大少爷，今天没出去啊？哈哈，这不是龚处长大驾光临吗？我怎敢出去啊？哎呦，大少爷客气了。公务要紧，请吧。啊，哎，你说这宗芳会把这密钥藏在哪儿啊？我最想不到的地方，不就是我自己的房间吗？哎呀，这自己搜自己的房间是挺奇怪的哈。容易装窃听器的地方都不用找，干我们这行的都会定期检查家里，所以宗芳是不可能把密钥藏在这种地方的。那这么说范围就很小了。开始吧。这是纸屑。你发现什么了？疯子，全都是疯子！凌寒这条线的每一个人真敢啊！就这么明晃晃的放在这儿，这要是哪天你睡不着觉，拿本书看，不就暴露了？很显然，我是一个不那么爱看书的人，这些书都是我10几岁的时候看过的。我估计米兰已经悄悄地来过了。进花园？陈副官，柯站长，司令长官让我来取情报。密钥找到了，正在送回来的路上。这个密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咱们里面说。
请。这个就是八哥的密码本，情报全都写在上面。黄瓜2斤，西红柿8两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些都是加了密的，但是云洪生把它破译出来了。这就是情报密码，有了它就可以破解情报了。怎么破？这个就需要密钥了。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本书？没错。您看，需要这个，这上面每组6位数字，前2位呢是页数，中间2位是行数，最后2位是字数。好比像中间这个280513，就是第28页第5行第13个字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办法既保密又简单。要是不知道密钥是哪本书，根本没办法破解密码。但是如果找到了密钥，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解开密码。没错。一会儿等密钥回来了，您亲自破解。我？这不合适吧？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。柯站长果然是个谨慎的人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，我们站内现在依然存在着隐患。站长，密钥找到了，交给陈副官吧。各位都辛苦了，我代表前线的将士，代表长沙的老百姓，感谢各位为这份情报所付出的牺牲和努力，谢谢大家。再会。等等。陈副官，这份情报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假的？八哥的密钥和密码本不都是你亲自拿回来的吗？怎么会是假的？袁浑身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。
我们都让他给耍了。凌寒不是昆吾，他才是。任鸿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他10年前就被策反了。那年的优秀黄埔生去日本做了一个短期培训，他被一个日本女特务，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给拉下了水，成了日本人的走狗。说完了。好，那我问问你，如果我是你口中那个日本间谍的话，昨天我为什么不让米兰把密码本拿走？如果他昨天把密码本拿走了，现在已经交给日本人手里了，我干嘛还要在这大费周章？因为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让陈副官拿走这份假情报。你亲手策划了一个战略欺骗计划，抛出这份假情报，制造出这份情报至关重要的假象，在大家信以为真了之后，再让这份情报落到军统的手里。一方面，你作为战长会立下大功；另一方面，这份假情报送到司令长官手上之后，他就会以此为依据制定作战方案。那我们国军在战场上就会掉进日本人的陷阱。到那个时候，长沙还守得住吗？好故事，说了这么多，你有证据吗？你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了棋子，屈文志、八哥、张华、宗方、凌寒，还有我和魏延明，你在背后运筹帷幄，把我引进这个乱局，目的就是想借我的手从八哥手里搞到这份假情报，交给司令长官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你是在哪儿找到的？证据就在你的密室里，你敢不敢带我们过去看一看？站长，你还有个密室。柯站长，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见识一下吧。没问题。袁鸿燊，我告诉你，做人最好给自己留点余地，要不然后果会很难看。这件事我本来想和你私下解决的，但是你非要在陈副官面前把事情搞大。我是没看明白，刚才袁鸿燊在会议室给大家看的照片，还有这些，到底哪些是真的？还有那个战略欺骗，到底是谁欺骗谁啊？你能看明白什么？照片拍得很清楚，搞战略欺骗的人是袁鸿燊，不是我。陈副官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换个地方说吧。嗯。小慎今天一大早就不太对劲，刚才又带着人回来，神神秘秘的，肯定是出事了。大少爷，
二少爷的同事。有什么事儿一次性办完不行吗？来了一波，走了一波，把我们云家当菜市场了吗？我们站长请云大少爷去站里一趟。等一下，什么叫去站里一趟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把话说清楚。无可奉告。无可奉告？这么说就没什么可谈的了。从云家出去。小刀，还是去一趟啊，毕竟柯站长是小申的老板嘛，这面子还是要给的。大少爷，吴秘书。站长没说到底有什么事吗？没说，只说让你现在去站里。快点，肯定是云鸿生出事了。把你看见的全都写出来。站长，您的客人到了。去吧。云鸿生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来人啊，把我的客人请进来。程站长。你好。你好，程站长。你好，柯站长。坐。好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除了朱副站长和文业明见过程站长，剩下的人都不认识。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军统上海站的程惠泽站长。程站长，这位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副官。你好，鄙人程惠泽，上海站站长。此次呢，受柯站长之邀，特来长沙，协助调查云鸿生投敌叛国一案。这件事情，可能大家也觉得很蹊跷。云鸿生投敌叛国，怎么会呢？他父亲云木之被日本人杀害，他怎么可能会替日本人做事？难道他猪狗不如吗？但是事实上他做了，怎么解释？啊？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呢？那就是云木之没死。当然了，口说无凭。柯站长，啊，其实通过这几张照片，能说明的就是，当天云木之并没有在福生茶楼门口被打死。当然了，云鸿生和其他3个人被日本人抓走，八哥逃跑了，并且逃出了上海，消息呢也就流出了上海。日本人为了挽回损失，于是就找到了云鸿生，用云木之的性命作为交换，让云鸿生替日本人做事。这就是事实的真相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对了，我这还有一个东西。云鸿生，
这个手提箱是你昨天早上从当铺拿回来的吧？回答我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是不能说还是不想说？好，我帮你。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拍的有多清楚，连上面的报纸的日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云鸿深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，那我问问你，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？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拍的有多清楚，连上面的报纸的日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云鸿深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，那我问问你，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？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这张照片为什么拍得这么清楚？我告诉你，因为这就是一张近距离拍的照片，这是日本人在给你传递信息，第一是给你报平安，第二是让你抓紧时间完成你的任务。你在收到这张照片以后，你加快了你的速度，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，你找到了密钥，同时你找到了情报，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？云木之这件事情啊，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没那么简单，所以呢，我也就暗中做了一些调查，甚至不惜血本，把我暗藏在上海日本监狱的那个暗线，都让他行动起来。冒死拍下来这3张照片，不过值了。他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测，云木之没死。不可能，云鸿深不可能做这种事儿。不可能？那你告诉我，这张照片上面的人是不是你父亲？这个照片上的人很模糊，看不清。是吗？我发现你们云家2个兄弟很像啊！啊，看不清楚自己亲生父亲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化成灰都应该认识。看不清楚，哼！哦，哈哈哈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忘了。你不是亲生的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和程站长是老相识了，我也非常荣幸见识到程站长是从一个人模狗样的衣冠禽兽，变成了一个颠倒黑白的真小人。这不是你放肆的地方。云家的人就不会做日本人的狗。云鸿奇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在我们站里放肆。这么多的证据摆在桌面上，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如果你不服的话，好，你给我拿出来证据。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证据吗？啊，你们这是在诬陷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你们是在诬陷。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哥，闭嘴！你早听我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。你干什么呀？他是我哥，这事跟他没有关系。云鸿深，我告诉你，
今天如果你不给我老老实实交代的话，你哥今天别想走出这个。云鸿生，你也给我记住了，他不可能把我怎么样，没有做的抓起来，就不要承认。好。我全都承认。你刚才说的，就是事实的真相。你再说一遍。哥，我是骗了你，爸的确没有死。我做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救他。你个王八蛋！别！你竟然敢当汉奸！大少爷，冷静冷静！哎，大少爷，不用管我，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你个墙头草啊！你给我滚蛋！哎呦，你个墙头草！私底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，我告诉你，用不着国法，我用云家的家法就能打死你！你个王八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让我打死他！啊！文彦明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报告站长，没有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走。是，我明白。柯站长，司令长官说了，云鸿生这件事情还要麻烦您多费心。在所有事情审问清楚之前，云鸿生绝对不能死。请司令长官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我觉得这份情报是真的，柯敬平和程惠泽是军统老人了，久经考验，难道还比不上云鸿深这个毛头小子？你现在即刻秘密行动，急行军先抵到答案，设下埋伏。这次无论如何，也不能再让他跑了。是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瞒你了。今天发生的这一切，都在鸿深的计划当中。这本来是一盘死棋。鸿深只有把自己当作诱饵，才能够把局面盘活。你说什么？小山要把自己当成诱饵，那不就是要把命也搭进去吗？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那不还是把命搭进去了吗？不行，想办法，想办法呀！打电话给你的组织，让你的组织想办法。红旗啊，就非得把命搭进去吗？做好牺牲的准备是吗？行，好。吴秘书，我替他行吗？我去替他牺牲行不行？吴秘书，我求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你让我去替他行不行？求你了，吴秘书，你让我替他，让我去替他。红旗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我一直在跟你解释，在给你说明情况，你为什么这么急躁？他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但是我们是有必胜的信心的。必胜的信心？对，必胜的信心。
你能不能够让我放心一点，冷静地听我把话说完，好吗？起来，先坐下。那我能做些什么？你能做的太多了。大少爷，有人把这个东西扔了进来。是栾彦明，他要约我见面。你和他是同一种人吗？昨天去抓宗方的时候，云鸿生扔的那个铅笔头是你捡走的吧？是。如果你只是云家的大少爷，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。既然你去了，就说明你跟他是同道中人。你不用这么防备我，他已经跟我说实话了，他是共产党，站长是昆武。我既然来找你，就说明我已经做出选择。我不算他们的同道中人，我只是帮忙做事而已。那你认识他的上级吗？吴秘书被人救走了，你跟他有联系吗？你不用再问这个了。总之，我们会不顾一切的去救小山出来。站长不会给我们留太多的时间了。该怎么救，你们有想法了吗？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你要告诉我们。小山的朋友说，如果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就要配合我们的计划。我们要知道你的想法，才能去完善我们的计划。想要证明云鸿生在密室拍到的东西确实存在，就要找到3样最关键的证物：电台、画，还有死亡名单。后2者都已经被销毁了，可是电台应该还在。他还在军统吗？柯敬平没有把他转移到外面去吗？应该没有。在这种非常时期，他一定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眼皮子底下。他不相信任何人。去准备吧，天马上就要黑了。是。非常抱歉，让你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出来见面，10万伙计的事儿，坐下说。这都多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这是干什么去了？这是？你可算回来了。小心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司令长官在接到这份情报的第一时间就给朱贺去了电话，问朱贺对于这份情报的看法。朱贺怎么说？朱贺选择相信柯敬平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那儿玩政治呢？哎，朱贺这个选择呢，倒也不全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。那你看，相比较而言，对于洪深这个新人的说服力啊，大家更愿意相信那些老资格的柯敬平啊、程惠泽呀，啊。而且，柯敬平这次局做得太完美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对吗？那朱贺这边就用不上了。
也不能这么说。朱贺他嘴上说是相信，心里未必不怀疑。况且他们这些人往往都是靠怀疑才活下来的。洪深之前做过铺垫，现在应该是能用得上。关震，怎么是他？云洪深留给朱贺的那张抚恤金发放单上的人，名叫关震，是柯敬平密室的设计者，死在密室建成的当天。云洪深追查关震，这倒也没什么。真正引起朱贺重视的是，在这份因公殉职人员抚恤金发放记录的借阅登记上，居然也有凌寒的名字。凌寒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对关震产生兴趣。关震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事情，就是他帮柯敬平修建了密室。凌寒为什么要去查那个密室？自然是他察觉到密室的主人有问题。原来云洪深是想让我关注密室。你看啊，柯敬平为了给司令长官一个交代，更为了要证明这份情报的真实性，那他就必须要拿到洪深的口供。我们确实要利用这一点做文章。怎么做？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小申已经亲口招认了。那柯敬平拿出一份口供，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？哎，这恰恰是柯敬平最大的难处。洪深口上认了，但他绝不会轻易地给出口供。柯敬平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。你先等会儿，我没听明白。柯敬平已经可以伪造凌寒的笔记，在笔记本上造假，怎么着？他就不能造一份假口供吗？你看，之前柯敬平在笔记本上造假，是不是被你当众质疑过？是，许你说就不许别人反驳了吗？就你贴的这些照片，说是凌寒拍的，有证据吗？除非凌寒站在我面前说这些照片是他拍的，我相信。还有那个笔记本上的字儿，他说是他自己写的，我相信。我说你一个堂堂的大站长，啊，说话办事不讲证据，你丢不丢人呐？同样的招，他会再用第二次吗？那他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要让洪深亲口招认。你这不是又绕回来了吗？我都已经说了，小申已经亲口招认了，亲口招认了。怪我没说清楚啊。洪深之前的招认是不是权宜之计？啊？哎呦，我真是，我当时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？其实小申是在拖延时间呀！啊，柯敬平是不是也会这么想？他肯定知道啊。嗯，他那么老奸巨猾。哎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嗯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柯敬平现在是应该想尽办法不让小申放过，不管是谁问，小申都得承认那件事是他自己做的，对吗？嗯，柯敬平现在不能够对洪深用刑，对吗？也不能够抓了你或者是文彦明去要挟洪深，对吗？那你说他现在能做什么？谈话，跟小申谈话，晓以利害，让洪深主动放弃反共。他们会在哪儿谈话呢？密室，柯敬平的密室。柯敬平一定相信，没人会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放进窃听器。嗯，我们拿到了这个密室的图纸。有了图纸，
就可以装窃听器了。这个图纸上标明了一条线路，隐秘的线路啊，就是柯敬平那部秘密电台的天线通路。红旗，那条天线通路就是我们最后的武器。那吴秘书，谁去安窃听器？大少爷，都准备好了。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不就是停个电吗？这是给袁洪深的蚕食。是。有没有人碰过？刚才太黑了，我实在没看清。不过我一直提在手上，从来没离过身。他刚掉到地上，您就过来了。去，换一份新的，给他送过去。是。走。没错，他们的确想在饭菜上做手脚。不过，我已经让别人重新送了一份。如果他们就是想让你重新送呢？等等，我跟你去。有人故意剪断了配电室的电线，我劝你不要心存侥幸，因为他们不会得逞的。司令长官本来今天晚上就想要你口供，我本来想明天再过来找你，看来今天晚上有人等不了了，跟我回趟办公室吧。今晚不行，我累了，要休息。你觉得你说了算吗？我说明天就明天，今晚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好。
刚刚死里逃生，晚上就来当夜行侠是吧？你白天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？口口声声跟我说对云鸿深的所作所为无话可说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跑到我那儿干什么去？啊？不说是吧？好，我替你说。你表面上已经认同云鸿深已经变节了，但是你可能从感情上根本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你伙同云鸿奇，一个跑到他那块去给他饭菜里加料，一个跑到我那儿去找东西。找什么？不就是找云鸿深口中说那个秘密电台，还有那份死亡名单吗？只要你把这些东西找到了，就能证明云鸿深说的是对的，而你老是我说的是错的，对吧？在过去的10年里，我一直把你当做唯一的亲人。我没有把你当唯一的亲人吗？看在这10年的份上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？云先生是不是还真的活着？是。文彦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寄予了多少的厚望？我希望你成为一名真真正正的特工。可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已经不是我从小看到大的那个文彦明了。你也不是我心里的那个老师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明天我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。云鸿深不能再留了，明天必须了解他。你留在这儿看着他。是。朱副站长，你想知道真相吗？你是？楼顶有一根多出来的电线，上面做了红色的标记。你要是想听到柯敬平和二少爷说了什么，就让徐处长想想办法。
你把我弄到这儿，就因为这里没有窃听器，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心里有鬼吗？我们的对话我会全程录音的。行，你把录音机打开，我一定实话实说。你别着急，你知道你应该说什么吗？你想要我怎么说？好了吗？是的，马上。快点，快点！副站长，调试完毕。把龚处长给我叫来。啊！快点！啊！照着这个上面说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觉得可能啊。袁弘奇和文业明现在在我手上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把他们两个抓了，就不怕遭人非议吗？他们两个来救你这个共产党，然后被站里的人抓了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把他们两个怎么样。如果他们出了事，只会证明你做贼心虚。行，那不说他们俩了，说说你的好同志吴秘书。你们最近联系应该很频繁吧？我相信我只要找到他，就能找到你其他的同志，说不定我还能把转移储备金的人也找到。司令长官，我是朱贺。您让我调查的那件事情现在正在进行，您要不要一起听一下？是。说吧，日本人什么时候把你策反，潜入到军统来当间谍的？柯敬平，你我都知道，你才是日本人派来的卧底，而你就是困物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很多人？我们死不足惜，因为你的阴谋已经破灭了。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跟我对抗的筹码吗？是吗？你们从江西出发，迂回偷袭长沙的第106师团，很快就会进入国军的包围圈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给司令长官打个电话，你问问他，他的战役预备队是不是已经派往江西方向了？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八哥的情报明明是第6、第13、第33师团担任正面进攻，第3师团从西侧渡过岳阳湖，秘密南下，绕过国军的防线，偷袭长沙。薛长官怎么会把预备队向东派往江西的方向？这不可能，对吗？因为我把情报给改了，交给司令长官的情报上面写的是第6、第13、第33师团担任正面进攻，第106师团从江西出发，秘密西进，绕过国军的防线，偷袭长沙。不可能，你没有拿到密钥，你根本改不了。我早就拿到密钥了，是林寒告诉我的。他在临死之前跟我说，密钥是民国9年的净化园。把云红旗和文英明快点给我放出来！好，就算你拿到密钥了，
密码本也在我这儿，你照样改不了。我能溜进来拍下你的电台、死亡名单，还有你亲手画的画，为什么不能把密码换掉呢？我比不上你老谋深算，我猜不出你最后会怎么害我。但是有一点我不会猜错，如果我揭发你说情报是假的，你一定会发力证明情报是真的，那我索性就把情报改成是真的。如果我越跟你叫板说它是假的，你就越会证明它真的不能再真。所以真的情报是你自己交给司令长官的。那如果姓薛的拿到的是真情报，那就证明我说的没有错，你才是日本人派来的那个间谍，到最后还是我赢了。错。就算我被你诬陷致死，你制定的战略欺骗计划也彻底的失败了，你们的部队会被我们包围，甚至歼灭。就算你好端端的活着，到时候怎么跟冈村宁次交代？但灵龟有日，不敢恨长沙。对日本人来说，你将会是叛徒、罪人。你的妻子和儿女，永远都见不到了。所以，真正输的人是你。别跟我谈我的家人，我会打死你！站长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人会是你。把他带走！等等。袁洪神，没想到最后啊，还是你把我给打败了。看来我没有看错你。叶明，老师让你失望了。你还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吗？当我们成为一名特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放弃人性最基本的感情。但是当你成为一名好的特工的时候，你就不再是一个好人。老师有老师自己的选择。
我还是第一次发现，长沙的夜晚这么漂亮。当然，它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守护。我听说你父亲给你留下了半张照片，能不能让我看看？也许那另外半张在我这儿呢。为了抗战胜利，